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 Works 的小江老师。终于又到了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单元——开箱做起来。我现在已经把成品摆在这边，等一下准备介绍给各位看。这个没有错，就是战国巴萨拉乘以扎夫特的萨库。扎夫特的萨克所结合而成的，有没有很有战国风味的萨克？那你看我从头啊、身体啊、裙甲啊，都加了很多战国那种胄甲的元素在里面。我发现这个跟宏大的风格很像你也知道宏大哦？当然啦。好吧，那我们只好改入疯狂模型师。没有错，今天就是要欢迎我们最帅气的大叔。那宏大很多人呢，在网络上应该都有听过。那他的得奖经历有哪些？从2003年开始，他就是角川高级组的亚军。2003年又是电击杯钢弹模型网的亚军。2004年的时候是特别赏。2004年亚洲杯亚军。2005年角川杯又有特别赏。2016年 GBWC A 组优秀赏，2018年人气特别赏，2018年 GBWC 这个厉害了，公开 A 组亚军，2019年 MAD 的第一届比赛亚军，还有2019年 GBWC 公开 A 的优秀赏，然后2019年 RF 又是亚军，2020年还有 MAD 的科幻组入围，所以你看。这些经历练完就知道，今天要登场的模型师非常的厉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宏大登场。嗨，大家好，我是阿宏师，今天来为大家做料理讲座，料理钢弹讲座。宏大就是在这个战国巴萨拉乘以钢弹这个风格啊，制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今天看到你这个最新的这个作品，它这个作品名称叫什么？它叫战国沙克战士，纯粹就是呈现以日本武将元素去做一个改造而已。一般来讲，我在做作品，我比较不喜欢直上，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的每一个点，其实都动过手脚。就是所有的零件都改过了，因为我希望呈现是比较帅气的元素，这个是用那个战旗的补品。然后当然就是加上传统钢弹的一些天线，对，让它比较有那个武士铠甲的风格，动用了蛮多的胶板在胸前这一块。原本的胸甲是比较素的，我的个人习惯是喜欢用厚薄不同的胶板去把它堆叠，对，做堆叠的效果。接下来最大的特色应该都是在于所谓的日本铠甲元素，胶板的堆叠，然后加上一些它本来应该是些绳结，那我用一些黑色的点状去代表，用比较科幻的手法运用在钢弹上，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真的要做一个传统的日本武士嘛。那接下来呢，他的腿部好像也做了很大的修改。我是把它原有的一些凹槽反而去做开孔，然后去塞这个散热片，这样层次就很丰富。就是有的是凸的，有的是凹的。当然，其实在脚部夹脚拖是一定要的。为什么他们战斗都喜欢穿夹脚拖？潮鞋啦。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穿运动鞋？比较机能。下次我问问。翅膀的部分，其实它原本它的层次比较没那么多，那我是将其翅膀全部都重新切过，然后重新再做。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疯狂模型师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有改跟没改一样。就是你们都改的，那不要改算了。可是你们刻线都刻得太工整，你知道吗？人家就觉得这个就是买来就这样子的嘛。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目标了。我希望说有改的东西应该改得很自然。对，好像是原厂的套件有出这么一盒的模型的感觉。对，这真的太帅了。你知道我们在台中有盖一个 MAD 博物馆吗？真的假的啦？这个地台，这是一个岩浆溶出一个扎夫特的 logo， 这怎么做的啊？保留，然后再一罐渗透型的胶水，我大概用了半瓶胶水，做什么用你知道吗？不知道，溶解，所以这是溶出来的。就是先削切大概的形状，表面有很多凹槽小洞，那就是靠胶水。符号也是先保留，先切割大概的形状，也是不同高低的套叠，最后再利用
刚才讲的利用胶水涂抹，有点像石刻的感觉，它塑造出来的效果还蛮接近龙岩的效果，很像啊。对，除了这台作品，你今天还有带什么样的作品来分享给我们大家？我今天还带了一台也是蛮最近的作品，它是属于那个骑士风格 HGUC 1:144的猎犬。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要带来的第二件作品猎犬骑士。猎犬骑士，那它是以西洋骑士风格去做发想，一些原本的套件上，我也是做了一些胶板堆叠的手法。这个不是一些吧？这个是很多吧？看到高兴的就给它改就对了。这样子让我们觉得很多套件都有很多的改造空间呢。基于这个造型，其实当然就牺牲了一些原本可变形的机构。对，因为我又加了很多的那个油压管，像原本的这个武器哦，这个要卡顿一下。原本腕带啊，它是要用卡的，然后卡的呢必须把这个盖子呢打开，那它就要开不开，要关不关，为了这支炮，所以你就把它改成吸铁，对，吸铁。洪大你几年次啊？我58，我50几嘞。真的假的？为什么你看起来比我还年轻？改造的作品通常会让人家觉得惊艳，是在于你有些元素有办法重复的大量使用，而且不会腻。像这个武器的，它这样就是这样一节下来，对，然后慢慢的放大，它是同一个造型。分享小心得啦哈，就是做一支模型作品的配色呢，我习惯就是说，假设我们有100% 的颜色，对。那主色的呢，我通常会占差不多70%，然后再接下来我会搭配那个第二主色，大概是20% 左右。那最后呢，一定会有一个点缀色，对，那大概就只有10% 上下。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会层次看起来会比较丰富一点。像我这么聪明，金色是点缀色，对不对？对，你都提示的这么明显，我还讲错。就很了不起。你这个武器连后面人家比较难看到的这个角度，魔鬼藏在细节里。像我经常比赛的心得，一些评审真的只是很刁钻，对，他们会这样，哈哈，就是给你东看看西看看，还拿手电筒去照一些。所以呢，只要你有外露的机会，都要做。可以把一个猎犬做到这个等级，重点是 HG， 比我的 NG 还精致好多哦。其实我觉得，就算一个外行人都看得出来，这台猎犬做了很大的改造，然后配色也变得很好看，真的。我也最近开始都是会用比较大量的那个金属套件。我有一阵子不喜欢用金属零件，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用上去以后，变得很突兀。你们来看这个作品，就是你看它加上去以后，就很自然，它就感觉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你这些颜色的配置啊，有些地方就是有金属风格，然后有些地方保留了这些金属的原色，所以它的感觉这样整个配起来，它是不冲突的。因为刚才有讲到嘛，我第二主色其实是用银色，我加了很多这些金属套件的部分，但我本身也不再另外去做上色，所以它原本的不锈钢色呢，跟我的第二主色其实是能配合。这个也很重要，不然如果你的机体像这样子突然加一个金属喷嘴，其实是不好看的。你让我对金属的改套又燃起了实习望。那这一台有没有什么要补充介绍的？很多去做课线上的重新安排，在这边先感谢一下江老板。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第一次接触用刻线刀，就是用你家的产品。哇！结果用到现在。哇，所以难怪你也有这个 MAD 的这个。开玩笑，这个战袍，战袍一定要带出来。对啊，穿这个的刻出来的线都会比原厂的还像原厂，真的很工整，我没骗你，真的太厉害了。让我猜一下，你一定是设计相关的工作，这个布线太有水准。我本身是做建筑设计，你看，你看，我看人，其实我们以前就知道。好啊，那我们来介绍下一台作品。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昨天才开了一只驰力马，然后我看到这个马，我就会想要。这个作品叫什么啊？圣女贞德。哇，好帅哦！而且这配重是怎么做的啊？为什么它右边的武器这么大，可是它不会打？我觉得重点是在马的后脚的打桩的部分，利用盾牌跟这个武器
2个配重在后面，它比较被人识一点。那这只马其实也是 HG 的，东方不败。对，风云再起。哦，我每次都叫错了，那只狗叫不是那只马，那只马叫风云再起，我每次都把它叫成东方不败。哎呦，我又要被骂了。最有趣的是，我是觉得那个马头那个铠甲，哦，它是可拆的。哇，好帅哦！你怎么会有这种巧思啊？那其实也是为了那个分色啦。哦，不是，这个真的，它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胶板堆叠的痕迹了。今天 gay 呀，这个呢，我印象中的胶板堆叠都只能平面式的，对，这个平面呢。除了胶板，还要靠一些补土。可是光补土呢，你又很难控制它的每一个的大小。对，所以其实它本身里面都藏了一片立着的胶板。哦，它是定位的。这个有点像那个基准点，你在打磨的时候啊，只要这磨到看到那个胶板跑出来，就不能再磨了，那你的大小就会一样。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胶板，这个也是胶板。对大家来讲比较难的，应该还是在于弯曲的部分嘛。这个是胶板，所以工具跟材料在不同的人的手上，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在我的手上，它就是一张胶板。那其实我每一个作品在开始之前，我第一件事情是先想主题，再来是找图片，我最后才找机体。哦，那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这个机体我喜欢，对，那我就先买来，对，然后等做完了，我觉得它像什么，然后就给它一个作品名称。你们有没有发现，从第1台、第2台、第3台都教了我们不同的东西？第3台就教了我们创作的流程，大家可以好好参考。纯粹是心得分享，先有一个设计理念，对，那你可以去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对，像比如说，像这个是圣女贞德他们用的那个十字纹章，所以这个地毯呢是他当初那个旗帜的符号。真的每一个作品你都是有典故的。其实像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个像上面这个小东西，对，你不觉得很面熟吗？这是你们公司的产品。你说这个红色油压管带，它可以应用成这样子。我们有个小金属的，对，那个铜棒，这是停产的，就是没有人把它用好。你为什么要停产呢？我还想继续用。你看，今天终于让我们对这些东西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哇，这台也一样用了很多我们那个钢魂的蚀刻片。我说真的，这个体态啊，然后跟这个姿势、这个造型，perfect。我觉得最帅的是很多人其实他想做出这样的姿势，可是却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平衡，然后达到这样的平衡，还要把这整个融合的这么一体。之前有那个微缩的女生问我，她说：“小江，为什么你们玩那个钢弹的都要插一根铜棒在重要部位？”其实我以前的作品也都是插在重要部位。自从他那样子问我以后，我才觉得，对啊，为什么我不能去思考其他的呈现方式？我这个配色也很特别耶。那当然，它的主色就是白色。对，那刚才讲的第2主色，我会着重是在蓝色的部分。那当然，点缀色就是所谓的金属色。这样子，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哎。说真的，从以前做到现在东西太多了，作品也不知道白拿，作品那个照片不知道还要白拿。可以把 NAD 博物馆。对，我们 NAD 博物馆很缺作品。对。我们为了你们这些优秀的模型师，买了2个展示柜。我们这种着作不敢。我每次一有想法，我就先做一个局部，然后就烂尾，然后就沙漏啊，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些你们这种高手。做模型的谁不烂尾？你有烂尾过吗？有啊，你也有哦。有啊，终于让我有点欣慰。我也是人好吗？好，我们看。还有什么作品？那接下来这台呢，也是一样利用钢弹跟机娘做一个结合。那它的作品名称就是 GP03娘。那大家好像在骂脏话。GP03娘。GP03其实当初我就只是要它的背包、对，它的侧裙、跟它的盾牌跟它的武器。那其实我这次加的不是胶板，是做了很多开孔。是很多这种镂空，然后再做层次，对，然后让它的这种前后立体，而且不止壳的部分，你连那个骨架，对，一般嘛，骨架大家很容易去忽略，对，我觉得骨架反而是去表现那些蚀刻片
很好的地方。哎，你看第4台又教会你们的一些东西了。它那个10颗片，我记得钢门它有出一系列是那个网状的、条状的。那我也会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扛。这个我现在学起来了。第一招就是要做叠层拉伸胶板的无限延伸。第2招就是要做出一些刻线分件，然后第3招就是加一些10颗片。然后再来就是金属件电线，然后配色比例，然后固式地台。哇，一次太多招，算了，我还是再请你来就好。那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做这一台？因为我一直觉得寿屋的东西有它的特色，对，万代的产品也很丰富，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能把这2家的产品结合成一个作品？其实是有原因的啦。他办的比赛是不准用别人的套件嘛，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条件，我们台湾就有了 RF， 对，有了 MAD 杯，就是欢迎大家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像我觉得 MAD 杯、RF 杯就很好。那让创作者说，我没有限制。对，因为我有时候我就是要那个素材，因为那个素材就最刚好。为了这个，我跟你讲，我们跟马雷吼就是花了50万，帮大家办比赛，记得报名。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像 MAD 这种好比赛一定要持续下去，让更多做模型的人有一个发表的空间。我跟你说，要不是有你们这些人愿意持续做这种好的作品，我真的跟你说，哇，好累。要办，然后你们又要来不来，又说别人的比赛怎么样，可是帮你办了你又不来，你知道那个冠军都是要带推车去。你像你参加比赛，你就要准备一台。其实比赛对我来讲是一个创作的动力啦。因为其实我这人生性就是懒，总是要有个目标，那你自然就会去有那个把它完成。要不然说实在做模型做久了，其实都会疲乏。对，就是其实得奖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因为你的奖已经这么多，但它只是让你有一个完成的动力而已。这台真的你做了很多人想做的事，都是觉得这个 GP03可以做一个很帅的背包。对，但是很少人做出来，而且你还跟机娘结合。其实机娘本身它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去异动，因为我基本上我都还是希望它的人形的体态比较维持，因为很多人是会把它的脚直接换成钢弹的脚，我反而希望它比较维持女性的体态，所以其实这台我并不是花太多的时间在做所谓的拼装。那花比较多时间呢，其实是在思考怎么样让机娘结合在这个 GP03上面。所以其实如果仔细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有连接的构件。毕竟寿屋跟万代他们2家的卡榫是不相同，规格不太相同。对，真的就是我以前不会想买机娘，我以前不觉得它可以做的这么科幻，这么好看。从之前的一些机娘作品开始我的涂装其实会跟钢弹会比较有不一样的风格。钢弹我的喷涂的方面还是看起来是比较属于阳刚一点，像刚才的那个正女正人跟这台 GP03，其实颜色会比较感觉有点梦幻，对，比较柔顺。其实它就是靠一些比稀释比比较高的透明色，然后去在上面做一些直接扫直接扫。你看又一招，今天太多招了吧？大家都很好奇这种有点渐层梦幻的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因为你高稀释比，你也不怕喷失败，反正因为你要叠大概多次以后才有那个效果，才有那个感觉会出来。你第一次喷不好也，反正也看不太出来。那刚好以后你喷这个的时候就可以用 MAD 的喷笔，我今天会送你一把。真的吗？对啊，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市面上全部断货，要等到6月才会发货，不是饥饿性行销，是工厂根本就是供不应求，是吧？而且他们接了很多什么美术啊、彩妆啊那种单，那我们就是买的人还不够多，所以我们就被排到比较后面啊。你们买多一点，我们就被排到前面一点。那还有其他作品吗？接下来就是还是要回到我的一切的起点，还是钢弹嘛。好啊，那这个就是小兵吉姆。哎呦，最后一次作品我就用我的起点就是钢弹。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吉姆加龙它看起来
都没改，对不对？但是其实都改了。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改。钢弹这种东西，它是科幻作品，所以它比较可以让我就是没有限制的去发挥。后来就是以钢弹类为主。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玩科幻作品的原因。因为我们做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就是我不用去考虑他应该拿谁的武器，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水贴，或者是说他一定要怎么样。反正就科幻嘛，我们就自己设定嘛，什么合金嘛，哦，就是钢达姆合金的，你老妈合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玩那个 RS782，我是第一次，然后就从今以后，就爱上了。他会特别讲这台，其实主要是我希望这台是尽量保持原基色，那所以我希望在最小的幅度上，可是做最大的改变。所以基本上我是整个我都用他们官方有一些拍好的产品图，然后我放在电脑把它打蛋，就是让它淡化以后印出来，重新在上面做设计稿，这样你就不用再重新描嘛。又一招。所以我的布线呢，并不是在机体上面做，可以直接用线，我都是先纸上作业 ，OK 了，就照着设计稿去做。因为在上面布线，你可能会反复，又要擦，又要磨，又要干嘛，所以后来我们都是用那个设定稿或者是线稿，可以快速有效的完成布线的这个工作。这个翅膀应该是我们出的吧？哎呀，又被你发现。我现在后期有些作品，我喜欢拿来当它的那个胸前的那个旗形天线，像海牛，类似海牛。我那个时候出就是要放在这个位置啊，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放。可是我感应到。假设你要改造的话，我觉得一开始要先挑战这样子的作品，然后再来你们再去尝试说，譬如说像宏大他有做这个战国风啊，那战国风也是一个一个慢慢堆叠嘛。那他刚才也有教我们说，你要先想好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找对应的套件，再把它完成。到规划上色的时候，70、20、10。对啊，我觉得今天就学到超多的，真的太划算了吧？哪有人可以看到作品，然后就可以知道招式？我觉得做模型真的不难，多做，做就对了。真的，虽然这个是别捧的台词。改造模型我觉得分2种，一种是技巧，一种是技术。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怎么样利用工具啦，用刻线刀啦，这个是技巧。技术呢，你只要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练。你要让技巧变成技术。我之前去帮人家上课，比如说胶板怎么样去切割去套别，那只是教你技巧。可是你要怎么运用？你只有做一次，那就只是一次技巧。可是当你做了10次、30次、100次，它会变成你的技术。因为你知道什么时间点该用在什么地方。就是多做就对了啦。简白话一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做模型呢，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抒压的过程。觉得很多人把模型变成是一种压力，那我觉得这就不好。就像比赛，其实你去享受那个氛围嘛，是应该很愉悦的心态去做这个模型，然后就像办一个园游会一样，把大家的作品摆在一起，大家一起欣赏。最后是希望大家是高兴的玩，快乐的玩，不要有压力。谢谢。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洪大哥帮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分享。好，谢谢。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点阅和订赞，那我们才有机会邀请更多这样的模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了感谢洪大哥来参加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准备了3个 MAD 最难买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喷笔，哇，老泪纵横啊，0.3的。再来呢是更难买的斜口钳。这个身为一个专业模型师，斜口钳是一定要的，而且真的不要用太长。然后我跟你讲，同级价位只有我们做到2段研磨。真的差不多就是我们经济实惠就是这样子，真的。来，太帅了，这个我一定会要好好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子肩膀发炎的时候想到的一个产品，
哎，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冲孔砂纸。哦你只要搭配那个电钻有没有？去跑一跑，轻轻的磨，你就可以减掉很多打磨的时间。 OK， 对，所以这是 MAD 三宝。哦，这3件产品呢，就跟你换3件作品就好了。有没有吓到？开始冒汗。好，那就真的到这边了，拜拜。